大家好，我是主播菲尔，感谢您正在收听《世界奇闻录》。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发生在日本的曾经轰动一时的酒鬼蔷薇圣斗事件。该事件中，犯罪嫌疑人用残忍血腥的方式杀害了2人，并导致3人重伤，被害者都是小学生。而凶手竟然是一名年仅14岁的少年，东真一郎。凶手的犯罪手法异常凶狠，包括分尸、破坏尸体、寄送、挑衅性等。酒鬼蔷薇圣斗是东真一郎在犯案后所有的自称。这起事件因日本媒体的报道，所以又称作鬼蔷薇。酒鬼蔷薇圣斗事件是由3个事件构成，其中以最具代表性的第3事件为主，因为第3事件犯罪手法特殊，以及媒体的大幅报道，引起了日本民众的关注。1997年2月10日下午4点半左右，在日本神户市的街道上，2名国小女童被少年东真一郎从后用锤子攻击，其中1人重伤。女童在当时目击犯人穿着西装外套，手持学生用的书包。知道了这件事的父亲向少年东真一郎当时就读的国中要求提供学生照片，以让女儿指认犯人，但学校却透过警察拒绝了这项要求。于是该父亲向警察提出被害报告后，再度要求指认学生的照片，结果还是无法获得答应。3月16日中午12点，神户市的少年东真一郎向国小女童询问厕所的位置，在女童带领他到学校的厕所时，他对女童说：“把脸转过来吧，我要谢谢你。”随即用铁锤攻击女童之后逃逸。之后女童被送往医院，在3月27日因为脑挫伤而死亡。此外，中午12点35分左右，东真一郎在逃离案发现场约200米被另一名同校的国小女童看见。东真一郎竟使用小刀刺向目击女童的腹部，让女童负伤2个星期才痊愈。1997年5月24日下午约1点半过后，同住在神户市的少年土师纯在前往祖父家途中，与认识的酒鬼蔷薇圣斗东真一郎偶然相遇。当时东真一郎正寻找犯案目标，他认为比自己年少的少年土师纯比较容易杀害，因此他以有蓝色的乌龟为由，将土师纯诱拐到附近的高台上，用绳子将他勒死，并将他的遗体隐藏在这个地方后离开。土师纯的父母一直没见孩子回来，就给土师纯的祖父打电话，但是祖父说他没来过。这下可急坏了土师纯的父母，到处寻找，于是向警察报案。经过3天的寻找，5月27日下午，警察找到了土师纯的尸首，但是却是一具身首分离的残尸。5月25日，酒鬼蔷薇圣斗东真一郎再到案发现场，将土师纯的头部割下，并放入事先准备的胶带，带走隐藏。在东真一郎后来的精神鉴定报告指出，当时东真一郎曾向遗体射精，即在遗体的面部割开伤口，以引其血。1997年5月26日中午过后，东真一郎将土师纯的头部带回家中清洗。同日，警方
对行踪不明的土师淳展开搜索，但没有结果。当天晚上，曾有警察询问过刚遗弃了凶器的东真一郎。5月27日凌晨1点到2点左右，东真一郎将土师淳的头部带到神户市内的中学校门口后返回住所。早上6点35分左右，一位校工在神户有丘中学的正门前发现了土师淳的头颅，孩子的头部上方留下了被猛击过的痕迹。根据司法解剖分析，头颅与身体的切断面之间的肌肉组织整齐，而骨头受到的损伤远远大于肌肉组织，而且凹凸不平。犯人显然是先用很薄的利器分割，然后再使用了锯子等工具。令人发指的是，犯人将头部切锯下来后还肆意蹂躏，将其受害者死不瞑目的双眼合闭，用利器从上眼皮往下眼皮划上一个叉。更为残忍的是，将死者的嘴唇向两耳方向划开一个约7厘米长的裂口，然后将一封致警方的挑战书折叠塞了进去。内容是这样的：这是游戏的开始，如果你们警察可以的话，就来阻止我吧。我非常想看其他人死，杀人令我兴奋，我需要血腥的杀戮来代替我巨大的痛苦。同一天，土师淳的尸体也在从家出门往东约300米处称为坦克山的电视天线中转站内被找到。警方认为土师淳被杀的方法和字条令人想起60年代旧金山的黄道杀手。1997年10月13日，神户家庭审判所判定将酒鬼蔷薇圣斗，也就是东真一郎，送到少年感化院进行诊断。他被移送至关东少年感化院。2001年11月27日，被判断治疗相当顺利，因此将东真一郎转移到东北中等少年院。2002年7月，神户家庭裁判所判定，虽然治疗相当顺利，但是还有接受更细密的教育之必要，因此将继续收容。04年3月，已经成年的酒鬼蔷薇圣斗从少年院退院，踏上重回社会的道路。日本法务省向受害者的家人传达酒鬼蔷薇圣斗假释退院的消息。在日本，6岁的儿童要面临一个极为严苛的考试，孩子的表现会影响他们的将来，甚至是整个人生。正是由于这种不完善的国家系统制度，导致家长不得已逼迫自己的孩子在学校要有突出的表现。酒鬼蔷薇圣斗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即使在酒鬼蔷薇圣斗已经精神不稳定的情况下，父母仍然希望孩子表现突出，这进一步导致了酒鬼蔷薇圣斗形成了怪异的人格，进而做出了这样的暴力血腥事件。据专家指出，酒鬼蔷薇圣斗是典型的隐蔽青年并发症状。他在很早的时候就走上了暴力的道路，在他小学的时候就随身携带锋利的武器，12岁的时候就开始对小动物进行非常残忍的虐待。之后的几起案件的发生并没有让酒鬼蔷薇圣斗产生愧疚或者自责，反而在案件的发生过程中，他觉得这是一种享受，让他感觉到兴奋。在日本，色情漫画、色情电影对小孩的影响力也是非常浓重的。这些影片为了赚钱，一直存在于日本人民的生活中。这样的生活状态让成年人对小孩产生的极其恶劣的影响，从而导致小孩的各种观念的畸形。
酒鬼蔷薇圣斗事件的产生和日本国内的很多因素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这一事件轰动了整个日本，对部分人也造成了不良影响，甚至出现凶手的爱好者。也因为这起事件，日本修正了少年犯罪事件相关的法令，并且在媒体上加强对预防少年犯罪的宣导。2000年，因为酒鬼蔷薇圣斗事件，日本国会研究将犯罪刑责的最低适用年龄从16岁降低到了14岁。但是尽管日本国会这样做，还是避免不了日本继续发生类似酒鬼蔷薇圣斗事件这样的事，这不得不引起日本国会以及国民的深思。